这两天国际上出了一个惊天大瓜，惊天到什么程度呢？美国和伊朗在叮叮当当打了整整110天之后，两边的最高老大终于正式签字，不打了，停火。结果这个停火协议的内容一公布整个美国上上下下直接炸了锅了。美国康涅狄格州有一个非常毒舌的参议员叫克里斯莫菲，这老爷子看到协议之后当着全美记者的面直接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儿，说了一句杀人诛心的话他说：“我活了这把岁数早就知道这仗打完，伊朗肯定会狠狠羞辱我们美国。但我活见鬼了，我是真没想到咱们能被羞辱的这么惨、这么狠、这么彻底。”各位，这个不是政敌故意抹黑大伙儿只要看一眼这份停火备忘录哪怕是村头根本不懂政治的二大爷，都能一口水喷出来。这哪里是世界霸主凯旋归来这明摆着是美国被人按在地上摩擦之后签下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条约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董王这次带着美国大兵去砸人家的厂子，怎么砸到最后不仅当初吹的牛皮一个没实现，反而把自己的底裤给倒贴进去了。咱们先来看看这一份让全美老百姓脑门冒烟的协议那个毒舌议员墨菲直接开启了列清单吐槽模式他说，伊朗在协议里答应的那几件事纯粹就是在耍人。比如说第一条，伊朗答应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墨菲冷笑说，废话，跟你们开打之前，人家海峡本来就是开着的，天天大船小船从那儿过，是你美国非要跑过去开2枪，把海峡给折腾停航了。现在打了110天，人家说我们不封锁了，你美国居然觉得占了大便宜，这脑子是不是有泡再比如第二条，伊朗承诺绝对不研发核武器。墨菲更无语了，这个事儿更搞笑了。当初奥巴马在位的时候，人家伊朗就老老实实的签了伊核协议，保证不造原子弹。结果是你董王上个任期闲不过瘾非要单方面退群掀桌子，退群了，人家伊朗还老实了很久。结果你现在把人揍了一顿，人家说好吧，那我继续不造了。本来人家就没造，你打了110天，就为了让人家复读一遍10几年前的承诺这可不是多此一举的问题如果打赢了，以董王那个老子天下第一的睡毛驴脾气恨不得把伊朗老大的脑袋按在马桶里逼他认输，哪里还会像现在这样子坐下来和颜悦色的跟人家商量，老哥，接下来咱们核谈判的座位怎么排打到最后不得不回到战前的状态继续谈。这恰恰证明了一件事美国发动的这场战争毛用都没有如果只是打了个寂寞，美国老百姓最多就会骂一句董王浪费纳税人的钱。可是最绝的是这个董王他为了能赶紧脱身，他在协议里签了一个极其恐怖的倒贴条款。根据协议，美国首先要把以前冻结人家的240亿美元的资产一分不少的给伊朗送回去。这还没完，董王还承诺美国要联合全世界的小伙伴给伊朗凑一笔整整3000亿美元的战后重建基金。好家伙，3000亿美元换算成人民币那得2万多亿董王在新闻发布会上把脖子一梗，死活不承认。这不是赔款这绝对不是战争赔款，这是我们美国对中东和平的伟大慈善关怀。但是那个毒舌议员墨菲直接把董王的这袖子给扯了。墨菲在国会大喊，什么慈善关怀，这是战争赔款，你把人家家里砸了，打又打不服，现在为了让人家签字让你走，你倒贴3000亿帮人家盖房子，伊朗1分钱的布没让，石油制裁全免除了，以后可以天天免费卖油赚大钱，还白拿3000亿。董王开战前定下那些牛皮，有一个兑现的吗？更让老美军方吐血的是后面的谈判美国手里面已经连1张牌都没有了。以前呢还能拿不让你卖石油、冻结你银行卡来威胁伊朗，现在全还给人家了。以前呢老子要派航母炸你来吓唬人，现在打了110天人家发现你的航母也就那么回事儿，武力威慑彻底成了笑话甚至连美国的欧洲盟友们这次从头到尾都是抄着手在旁边看热闹，没一个愿意跟着美国一起冲的。现在倒好，开打之前美国跟伊朗谈了几百轮都没用，战争一结束两边在瑞士见了一面，咔嚓一下共识就达成了。为什么
因为伊朗看穿了你美国现在就是个空心老虎，为了赶紧抽身去应付国内的选举，你什么丧权辱国的条件都敢答应。各位看到这儿，你肯定会问这民主党的墨菲参议员天天痛批董王，是不是纯粹为了2028年跟董王竞争总统再公报私仇啊？确实有这个成分这个墨菲可不是个简单人物他早在2006年就靠着死命反对伊拉克战争进了国会，是个骨子里的反战派。在不爱打仗这一点上他本来和开战前的董王是一路的。过去这一年墨菲动作多得像猴一样2025年就成立了专门对抗董王的行动委员会，到处拉赞助抢地盘，明摆着2028年就要问鼎白宫。那本来董王还嘲笑墨菲里外不是人，结果这一仗打完，董王等于亲手递给了墨菲一把800米长的西瓜刀。但最精彩的不是民主党骂现在最精彩的是共和党自己人也彻底炸了，骂的比民主党还要狠10倍。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也是共和党的铁杆大佬威克尔，直接在电视上破口大骂。他说这份丢人现眼的备忘录把我们前线小伙子用命打下来的战果全给谈没了。3000亿这个数字一出来，老子现在觉得当年奥巴马签的那个伊核协议简直就是花小钱办大事的行业典范。董王简直把共和党的脸都给丢尽了。另一个共和党大牌议员卡西迪更干脆直接盖棺定论，这是美国几十年来最愚蠢最糟糕的外交政策失误，没有之一。这一仗直接把董王天天挂在嘴边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黄金招牌给砸成了地摊上的碎玻璃。别说接下来的中期选举了，2028年共和党还能不能选上，现在都要打一个巨大的问号了。大伙儿看明白了吗？那不管是开战还是停火在这些老美政客眼里关心的根本不是前线士兵的死活，全是他们自己的政治买卖。董王当初为什么脑子一热要去打伊朗因为他想学当年对付委内瑞拉那一套，速战速决。如果成功了，现在共和党肯定是一片贵流，中期选举直接躺赢。可他千算万算没算到伊朗是一块硬到硌牙的真铁板，眼看打不下去了，再拖下去自己就要在选举里崩盘了。董王只能发挥他一辈子当商人的本色，及时止损赔钱就赶紧清仓撤退。可是我最后想说一句川总打仗他毕竟不是做生意做生意要是亏本了，你大不了申请个破产保护，人拍拍屁股走了，过几年又是一条好汉。可国家之间的打仗打输了，即便你把美国大兵撤走了，你在国际上丢掉的霸权面子，你倒贴出去的3000亿真金白银，还有你亲手送给政敌的那把致命钢刀，那是你一辈子也撤不回来的。经此一役，全中东全人类都看清了世界霸主的虚实。各位，你们觉得连伊朗都打不服的美国，以后在世界上还能吓唬得住谁呢？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兰，咱们下期再见。